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胖叔，一个球迷，也是一个金融分析师。今天我们来聊英超内卷。欧战8强出炉，几家欢喜几家愁，热刺愁，山雨欲来风满楼。欧冠出局，联赛更是一地鸡毛。面对眼前的保级泥潭，5-7，也许只是暴风雨开始的前奏。纽卡愁，悔教夫婿觅封侯。10年前还在英冠，如今踢上了欧冠。正所谓人生如梦，一尊还酹江月。但巴萨用8-3告诉纽卡，人生的确如梦，只是有的人做的是美梦，有的人做的是噩梦。曼城杯将来终身只靠谁？4连冠是瓜，3冠王是瓜，5年4次被皇马淘汰，是瓜是瓜还是瓜？1-5固然心痛，但曼城球迷更担忧的是，如果这真是瓜的最后一季，往后谁能带球队重回巅峰？切尔西杯嫁了个男人是乌龟。罗西尼尔也不容易，4连胜的时候叫人家小甜甜，2-8了叫人家戴眼镜的德佩。如今车子的场面更是豆蔻开花3月3，一个虫儿往里钻，钻了半日不得进去。审查人员，你听我解释啊！以上2愁2悲以及豆蔻开花3月3的言论，全部出自《红楼梦》第28回宝玉和朋友们行的酒令。刚才弹幕有说胖叔阴阳的，有说胖叔开黄腔的。有问题不要来找我，请你去找曹雪芹老师。那么有喜欢《红楼梦》的女粉丝呢，也欢迎你来关注胖叔。但是最近有位粉丝老是在后台给我留言说，好哥哥，我是你的黛玉妹妹，请你自重，因为我问你，这句好哥哥是单叫我一个的，还是别的 UP 都有的？你都答不上来，我严重怀疑你是男扮女装。英超4强惨淡出局，网上激进言论深销尘上，有以外战还得看曼联为甚。那胖叔这里告诉曼联球迷一个坏消息和一个好消息。坏消息是英超球队欧战惨案有偶然也有必然，明年曼联到了16强一样在劫难逃。好消息是咱们也进不了16强。英超球队外战惨案的必然性之一在于联赛内卷。 OPTA 战力榜是最直观的体现。这个战力榜分析了超过250万场比赛，给13万个球队以ELO为基础，从0到100打分。胖叔把链接放到留言区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。对战力榜感兴趣的朋友呢，也请你给胖叔的视频点赞关注，一键3连。等本期视频点赞过5000，胖叔会专门出视频为大家讲解。爱你。如今战力榜第一的是100分的阿森纳，评分95分以上的王者目前只有6位，分别是阿森纳、拜仁、巴萨、皇马、曼城和巴黎。因为这个战力榜是及时更新的，每场赛后各队的ELO评分都会变化，说不定等各位朋友看到的时候呢，利物浦已经战胜布莱顿上王者了。那顺便提一嘴啊，目前 C 罗所在的球队世界排名71名，梅西的球队世界排名85名，这大概是西甲瓦伦西亚和意甲佛罗伦萨的段位，都是5大联赛的中下游，不知道弹幕觉得准不准确。我们把5大联赛的球队 OPTA 战力评分拉一个图，就会发现几个有趣的现象。第一，英超的天花板很高，92分以上的球队，德甲、法甲、意甲只有1个，西甲3个，英超有7个，5强再加上维拉、纽卡。就算是保级区的热刺 88.9 分，仅从战力来说，法甲能排第2，西甲、德甲第4。第二，英超的地板也很高，保级队的伯恩利和狼84到85分的积分都可以在其他4大联赛排在中上游，在德甲、法甲说不定还能争个欧战。因此综合来看，英超是战力最高的联赛，平均达到了 90.5 分，这个平均分在德甲和意甲能排到第3啊。90.5 也比第2高的西甲平均分的86分高了 4.5 分，而西甲比末尾的法甲只高了 2.1 分。如果说西甲比法甲高1档的话，那英超就比西甲高了2档。那有朋友会说，这个 OPTA 的战力不是胡扯吗？英超战力真这么高？8-2、5-1的都是怎么回事啊？没错，即便是如今的榜一大哥100分的阿森纳，风头无两，4线争冠，但别忘了，枪手去年欧冠也是被代表法甲的巴黎淘汰出局的。不仅仅是枪手，去年欧冠巴黎可是把红军、维拉、曼城轮流赢了一遍，算是把英超按在地上摩擦。那这个平均分90分的联赛是不是就是个没药性的炮仗呢？让我们细品一下巴黎3-1淘汰阿森纳的始末。彼时巴黎在对战阿森纳前后分别对战的是尼斯、白堡和蒙彼利埃，而阿森纳对战巴黎前后分别对战的是水晶宫、伯恩茅斯和利物浦。巴黎的3个对手评分分别是81、86.3和75分。
枪手的3个对手评分分别是 89.2、90.8 和 94.5。且不说那时候巴黎已经锁定法甲冠军，而英超杀的是刺刀见红，就算2个队都是全力以赴，巴黎的平均强度是 80.8 分，而枪手的平均强度是 91.5 分。91.5 是欧冠水平，而 80.8 分，抱歉，英超都没有这么低分的球队。再看看今年切尔西对巴黎，蓝军不仅要克服强度，还要克服赛程。切尔西在3月1日到17日打了6场比赛，阿森纳100分，维拉 92.9 分，纽卡 92.2 分，都是欧冠淘汰赛的强度。而巴黎呢，3月至今只打了3场比赛，就算算上2月28号，也只是打了4场。除去切尔西，另外2场是勒阿弗尔的 79.7 分和摩纳哥的 87.3 分。巴黎本身在切尔西2回合之间还有1场对战南特的联赛，但是巴黎主动申请延迟到了4月20号，理由是能够更好的备战和切尔西的欧冠。法国足协和南特协商后予以批准，巴黎呢也就能以逸待劳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去年巴黎为了欧冠8强战维拉，同样是申请延期比赛成功，对手恰好也是南特，因此这属于故技重施了。维拉的命呢，去年就没那么好，在巴黎2回合之间还要对战南安普敦，7天3战。那有朋友会说，赛程也好，强度也罢，难道这就是输球的借口了吗？没错，这不是借口。通往成功的道路必然是荆棘丛生，体育竞技成王败寇，只要输了就一定会被踏上1万只脚。但是科比说过，我宁可30投不中，也不要9投不中，因为9投不中说明你认输了，你已经丧失斗志，让自己出局了。阿森纳球员都明白，如今所有的冷眼与嘲笑都会是未来英超冠军小小的注脚。同样的，如今切尔西纽卡的8比2、8比3，也只是这批年轻球员成才的必经之路。强度大不该是借口，而应该是动力。我们不该躲避强度，恰恰相反，强度越大，我们越喜欢。所以我们爱英超，爱科比，爱美古里。让我们欢迎今天的代课老师美古里先生滕普惠老师。如果说有比8比2、8比3还精彩、强度还大的比赛，那一定是慧姐的比赛了。但话说回来，慧姐虽然比赛风格硬桥硬马，但为人其实兰心蕙质，还很会撒娇。一次慧姐和出差的丈夫打电话，呢，老公还不回来吗？不是说立马就能回来吗？单身赴任又延期了。好吧，我明白了。但是傻逼西库的新家屋，傻逼西，重点词汇我们再复习一遍。中文叫寂寞，英文叫 lonely， 粤语叫喉咙雷啊。考试中只要听到对方说到这个关键词汇，是绝对的得分机会，无论语境无论对象，可以立刻起脚打门。但一定要注意，是傻逼系，不是傻逼系，更不是傻逼兮兮。我刚认识胖嫂的时候，她说我这个人傻逼兮兮的，我还以为听到了关键词汇，闷头就是一脚远射。新家屋啊，新念作新，新家屋就是要死了。傻逼系库的新家屋连在一起就是人家寂寞的要死了。很多形容词连上新家屋都可以使用。疲れて是累啊，明明上了1周班还要更新，就是疲れて新家屋，累得要死了。哈兹卡西是害羞，明明不好意思还非要胖叔教日语，就是哈兹卡西库的新家屋，害羞的要死了。最近视频尺度越来越大，审查人员都看不下去了，再说下去库的新家屋。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，课代表留一下番号，总结一下课程要点。第一，小学生才讲对错，成年人只讲利弊。后世会记得巴黎的欧冠、登贝莱的金球，但不会有人在意对南特的调休。这公平吗？也许并不，但这就是世界运行的规则。切尔西会被罚款，曼城会有115条，这合规吗？也许并不，但漏洞就是用来钻的。所谓豆蔻开花3月3。第二，若非一番寒彻骨，哪得梅花扑鼻香。8比2也好，9中0也罢，现在放弃的话还太早了。科比说过 You miss 100% of the shot you don't make。 曼城的确5年4次被皇马淘汰，但是赢了皇马的那一年，曼城就是3冠王。第三，比嫁了个男人是乌龟更悲的是宝玉说的青春已大守空闺。英超6强5强征战欧冠，曼联独守空闺。当初明明说立马能回来的，结果单身赴任又延期了，欧冠都改制2年了。我们曼联球迷真是傻逼西库的新家屋。感谢各位朋友的一贯支持，希望各位为胖叔的视频点赞关注，一键3连，爱你。我们下次再见。